俄罗斯深度游后，总有人问我莫斯科到底该怎么玩。接下来这个保姆攻略将从衣住行花费与您分享。由于篇幅较长，我变成5日的日记与您分享。也欢迎您可以点赞收藏，如果有相关的问题，也可以私信或者在群里与我交流。前往俄罗斯之前，先下好必备的软件，其中就包括打车软件 Yandex.Go、地铁软件 Yandex Metro 以及 Google Map。抵达莫斯科机场，就是这边其实看起来还是很繁荣的，而且整个人也挺多。但是我在那看的这样，真的只有中国的东航、南航，然后还有俄罗斯自己的航空，其他航空其实基本上已经都不来这儿了。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，俄罗斯现在无法刷国际信用卡，所以最好提前换好现金。我们下了飞机就通过 Yandex.Go 叫了一个奔驰商务，50分钟的车程，人民币400元。酒店就选择在克里姆林宫旁边的这家酒店，500多元一晚。Hello， 也不知道这房间是多少钱的。我操，真他妈香！俄罗斯的地铁也非常发达，营业到1点。我们选择了3日的通票，600多日，大概人民币50元。3天通票600块钱，对吧？放钱。特别说明一下，俄罗斯地铁应该是早上5点多就是首班，最后末班车得到1点多。旅程的第一天建议稍微慢一点，先到红场和克里姆林花园溜达一圈，顺便再给周边吃个早午餐。下午的话，去著名的基列特勒夫画廊看看。我是不太懂艺术，搜索了一下，这是俄罗斯10世纪到20世纪造型艺术的国家博物馆，是俄罗斯全国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。该画廊共收藏了10万余件俄罗斯的艺术品，包括，总结来说吧，这个画廊就是非常值得，你在莫斯科是一定要来。不过呢，对于不喜欢艺术的人，一定要租一个讲解器，这样可以在里面多待一会儿。比其他的地方，我发现俄罗斯这边的画廊真的能看出很多美女，而且呢，它其实提供了很多座位，你可以坐在这一块去欣赏，就是整个的画作。我觉得这种感觉确实还是挺难得的。逛完之后呢，其实还可以在画廊里的咖啡厅喝个东西，吃个甜品。出门不到1分钟，对面就有一个口味和价格都非常好的西餐厅。其实这个艺术馆距离我们所住的克里姆林宫也并不远，我们差不多溜达了半个小时，也就到了我们的住所。一路上也都是典型的俄罗斯的风景，你可以看到红场及还有俄罗斯的一些典型建筑。在莫斯科旅行，每天我的路程都是在15000到25000之间。从我这边看，后面整个就是克里姆林宫，下边就是莫斯科河，然后它远处那个游轮穿过这块，然后整个我们就住在克里姆林宫下边，整个这一大片红场、克里姆林宫全都在这里头。这一片它是边走边能感受到城市的这种风景。其实它的风景能在4处去打开，每一段你坐地铁或者走下来之后，都能有一段很长的 city walk。莫斯科看起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古板的，或者说比较社会主义的，或者说和历史脱离的，但实际上它大部分的历史东西全部留下来了，而且它真的是可以行走的一个城市，是可以旅游的延展的城市。我们回到酒店又休息了会儿，基本就是晚上了，然后就到了下一个行程。我们去了斯维特洛伊布尔瓦马戏团，看了一场正宗的俄罗斯马戏。我个人的角度，感觉一般，因为它节奏太慢了。而且这些马戏呢，基本你都能想到跑圈的、走钢丝的、柔术的、马术的、小丑表演之类。而且每个节目之间都穿插了大量的舞蹈。但是400元可以坐在第1排，并且可以看3个小时，这个演出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。回程我们依然坐的地铁回去，这样的第1天就已经结束了。我们第2天继续跟您关于更多俄罗斯旅行的分享，还有美食，我会陆续推出。也欢迎您关注，有什么想了解的，我们可以私信或者在评论区，甚至在群里具体交流。